刚生下儿子没几天，丈夫就告诉我，这个孩子是他哥的。原来从我嫁给他时起，我就已经陷进了他们家为我精心准备的阴谋当中。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唐敏，和你说件事，豆豆不是我儿子。生完孩子的第3天，我还在坐月子。张峰忽然一脸平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你胡说什么？豆豆不是你儿子，是谁儿子？你是想气死我吗？我是剖腹产，才刚为他生完孩子，肚子上缝的线都还在渗血，就让我听到这样的话，真是让人气得差点喘不过气来。张峰，你是在怀疑我对不起你？你是瞎了眼还是没有心？你自己看。张峰打开手机里的一段录像，看清录像的内容，我惊得把碗摔在了地上。在这段视频录像里，我穿着结婚当天的红色绣和服，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床上，却不见丈夫的身影。房里的装修摆设也不是我和丈夫的新房。正当我疑惑间，张峰的大哥张峰穿着新郎的衣服，热情地扑了上来。怎么会是他？看明白了吧？我从没碰过你，你生的儿子是我大哥的。我给你2个选择：一，离婚，然后和我大哥结婚，这件事保密，不许对任何人提起。你爸妈和亲戚那边，我会想办法解释。2，离婚，给你1万辛苦费，儿子归我大哥，你自己看着办吧。张峰冷漠地说着这一段话，就像个冷眼旁观的陌生人。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心的恶毒。如果我不呢？你不同意，我就把这段视频剪辑一下，然后公布出去。到时候人人都知道你出轨了。与其背上荡妇的骂名，还要去法院打官司，孩子也不一定判给你，还不如选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方案。你要是怕你爸妈不能接受，我也可以帮你保密。大哥的孩子我本来也要帮着养，只不过你不能干扰我找别的女人。张峰不愧是干销售的，说起话来一套又一套，引着你往他挖的坑里跳。所以这场婚姻本来就是一个设好的骗局，骗我过来给他大哥生个孩子。他把女人当什么了？是这样随便骗进来就行的吗？我和丈夫张峰是相亲认识的，我在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教育培训机构上班，1年后考取了教师编制，去了一所公立的小学当老师。由于周围的同事都是女性为主，生活圈子也比较小，27了还没有结婚对象，父母便给我安排了相亲。就这样，我认识了在国企当销售的张峰。当时的他看起来温文尔雅，长相不错，性格温和，比较会照顾人，我就同意了和他交往。之后见过了双方父母，了解到了他家里还有一个痴傻的大哥。婆婆说大哥是小时候贪玩，大冬天的掉进了水池里，发烧烧坏了脑子，只有5岁儿童的智商。婆婆一再保证大哥的抚养费她自己会负责，绝不会拖累我们。在我和张峰谈恋爱的几个月里，他们一家都对我很好，婆婆每天都会来我家帮我做晚饭，张峰也对我关怀的无微不至，甚至跟我说婚前绝不碰我，要把我的第一次留给结婚的那天。我被他们感动了。我父母看着婆婆对我特别的关心，好像真把我当成亲闺女一样看待，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婚礼的日子定好了，到了结婚那天，我们没有宴请太多人，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和一些特别要好的朋友。原因是公公去世还没满3年，不吉利，婚礼要从简。本来依张峰家乡的习俗，结婚是要请很多村里的长辈的，结果
都没有请。我当时还疑惑，为什么不晚1年再办婚礼？现在明白了，因为这婚礼他们一家本就没有当真，一切不过是个精心准备的阴谋罢了。我如何能受得了这样的屈辱？为一个男人费尽千辛万苦，不惜在鬼门关走一趟，生下了孩子，结果却被告知真相，要改嫁他的傻大哥，或者净身出户，交出儿子。这么恶毒的一家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所以你考虑好了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选第一种，这是最好的选择。张峰开口说道，一贯的温和言论，不过此时对上他那张脸，只能让人感到恶寒。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离婚再嫁给你大哥，别人会怎么议论你们？不知道他们一家的脸皮是不是厚到不惧怕任何流言了。谁知张峰他只是淡淡一笑，我大概忘了告诉你了，当初我给我们家亲戚朋友递的请柬上写的就是我哥哥张峰的名字，所以大家都会认为你嫁的是我哥，而你们家的亲戚就不知道情况了。反正怎么都是你吃亏，不要挣扎了。一个人竟然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我算是长见识了。好，但离婚要等一段时间，我刚生产完，让我缓缓。张峰不是女人，也不是母亲，他无法体会到我现在的绝望。虽然我恨不得杀了他，但现在拖延时间准备报复是最好的选择。我会让他知道，无论如何都不要同时触及一个女人和一个母亲的底线，否则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要坐月子，孩子也要照顾，工作就暂时搁置了。我回到了张峰的农村老家休养，父母赶来看望我，带了很多水果和营养品。我妈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说我瘦了，看起来憔悴了不少。我没有告诉他们张峰的事，怕他们伤心。父母要经营餐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我，陪了我一段时间就回去了。何况我也不能让他们待在这，就劝他们早点回去。平时有我在家照看儿子，还有吃傻的大哥。婆婆照顾了我一段时间，张峰把话挑明，她也就不装好婆婆了，自己到处找老姐妹跳广场舞、打牌。我主动包揽了照看大哥的任务。大哥只有5岁智商，他对大多事情都没有太多的记忆，并不记得新婚那晚发生了什么。不过我可以肯定，她被婆婆下药了。婆婆不知道自己把儿子交给仇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吗？只不过我没有那么恶毒，也不会蠢到把自己弄进监狱里。我把大哥当作小孩子来哄，给他各种零食。一开始他对我这个陌生人有些防备，时间一长，看到我去找他，就会露出天真的笑容，高兴地来迎接我，甚至会把婆婆给他买的营养品藏起来，偷偷送给我。我知道该让他替我办事了。我趁婆婆不在家的时候，在张峰面前装作找东西，手里拿着一张存折还有银行卡，不停地找。这时候好奇的张峰就过来要帮我找，我假装很神秘地给他看手里的银行卡和存折，然后自导自演了一出戏。首先我带着他一起在家里翻抽屉，然后惊喜地发现我早就放好的银行卡，开心地收到手里，然后还找到了小钥匙，打开柜子，拿出里面的存折。自始至终，大哥一直很仔细地看着，生怕漏掉一个步骤。只要稍加锻炼，5岁的儿童是可以帮大人做些拿东西的小事的。婆婆一直是个掌控欲很强的人，因为公公身体差的关系，她自以为自己是家里的当家人，靠自己的努力养大了2个儿子，家里的钱都是由她保管的。张峰就曾告诉我，他的工资都要上交一部分给婆婆保管。
和我结婚后也没有改变这个习惯，所以张峰自己并没有多少存款。我想要借着这个办法得知婆婆到底有多少钱。婆婆的存款都放在一个小箱子里，她在这方面从来不会避开大哥，大哥有很多机会。另外，我在家里无聊，偶然翻到了丈夫的相册，是他在大学时代拍的一些照片，里面有一张是他和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生的照片，两人表现得很亲密。不出意外，这位就是他的初恋情人了。我把这张照片拍了下来，发给了我请的私人侦探，托他帮我打听这个女生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侦探给我发来消息，查到了初恋的事。张峰的初恋叫王宇，家境富裕，父母是做生意的，家里有3套房子，光是收租就够他们生活了，何况生意上赚的钱。这么看来，王宇也算是个白富美了，怪不得张峰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和我离婚，然后娶王宇。只是这姑娘知不知道，她喜欢的人是个有妇之夫。侦探要到了王宇的联系方式，我加了王宇，和他聊天。我了解到他喜欢养猫，便假装自己也是个猫咪爱好者，和他聊有关养猫的趣事，慢慢的和他熟悉起来。过了几天，婆婆不在家，大哥高兴地跑过来塞给我一些东西，我接过一看，果然是婆婆藏好的存折，上面记录着存款50万，这估计就是婆婆全部的积蓄了。另外还有家里的3层小洋房，给张峰的1辆车。当初结婚的时候，婆婆一直向我哭诉她有不多容易，加上她当时对我不错，我们一家就没有要太多彩礼，只是8万8做样子。另外，我父母陪嫁了房子的首付，以及20万的装修费。现在想起来，真是瞎了眼，把他当成好人。我把存折藏在了大哥的柜子里，换成一张假的，让大哥放回去。我跟着大哥后面，记住了钥匙的存放位置。按照婆婆的习惯，她大概每个月的10号，也就是张峰把钱上交给她的时候，会去取存折，到镇上的银行存钱。我在这之前找好了理由，带着孩子回到市里去了。婆婆对我的离开没有怀疑，只是抱怨我那么急着回去，没人帮她照看大哥了。我以要回去工作赚钱为理由搪塞她。回到了家中，张峰对我很冷淡，他甚至明目张胆地和王宇约会，显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借口出门采购物品，偷偷跟踪张峰，碰到了正在喝咖啡的王宇。我抱着孩子走上去，张峰警告地看了我一眼，举了举手机，抢在我开口前叫道：“大嫂，你出来了，怎么不在家好好休息？”王宇不知情地对我点点头，我们只在微信上聊过，他没见过我，当然不知道。小雨，这就是我大嫂，你也知道我大哥他有些缺陷，大嫂一个人照顾孩子很不容易，我平时能帮着照顾就帮一下。张峰镇定的反应让人佩服，不知该说他心理素质过硬，还是夸他脸皮厚。大嫂好，我是王宇，张峰的女朋友。王宇拉开椅子请我坐，要请我喝咖啡。他被张峰骗得团团转，已经计划着和他结婚了。从他脸上可以看出恋爱中的幸福感。我拒绝了王宇的请客，回到家，打开手机给他发送消息，我和张峰一起生活的图片，还有我们的结婚证，一张张全部传到了王宇的手机里。王宇发来消息：“你到底是谁？你不是张峰嫂子吗？”我瞒着张峰约他出来见面。到了地方，王宇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这个大嫂，就像在看一个犯人。你说你是张峰的妻子，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要钱？他可能
把我当成了骗子，以为我不甘心嫁给痴傻的大哥，把主意打到了张峰身上。毕竟没有人会甘愿嫁给一个什么都不懂还要照顾的傻子的，而且他还有个长相不凡的弟弟，这不就是一个垂涎打虎武松，害死卖炊饼的武大郎的潘金莲模板吗？你觉得我真的是张峰的大嫂吗？我堂堂大学生，凭什么嫁给一个痴呆儿？图他的钱还是颜啊？这一切都是张峰和他妈做的好事。憋了这么多天，这些恶心事终于有个人可以倾诉。天知道我这些天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些事真的不说出来会憋死。我是相亲认识的张峰，他当初同意了要和我结婚，结果婚礼当天，他和婆婆把我灌醉，送到了大哥的房间里，直到我生下孩子，他们才说出真相，还要我离婚，嫁给大哥。这种事说给谁听都难以相信，可张峰那个人渣就是这么做的。我又拿出之前张峰和我的聊天记录，他催我离婚，劝我把孩子留给大哥，一条条全是冷漠狠心的语音。王宇的神情从一开始的怀疑和厌恶到同情悲伤，再到愤怒。听完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感受到张峰的无耻，他终于忍不住了，踢开椅子，拎起桌上的包，就要去找张峰算账。我急忙拦住他，时机还不成熟，这么冲动只会坏事。王宇甩开手里的包，对着我怒道：“姐，你被他这么欺负，怎么还能忍到现在？也太没骨气了。张峰骗我说我是他的初恋，一辈子只爱我一个，还和我商量着结婚，结果他早就有了老婆，还想着这么恶心的计划。这样的人渣，我要找人废了他。对，我们一定不能放过这个人渣。但是你这么着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因为张峰浪费了很多宝贵的青春，不过还算好，及时止损。”王宇听了这话，眼泪不住地流淌下来，走过来抱住我，放声大哭起来。那该这么办呢？姐，按我说的办。我交给王宇一份早就准备好的文件，让他按照文件指示的去做，保证让张峰付出代价。张峰回来后对我大发脾气：“你什么时候和我离婚？今天是什么意思？还跑到我们面前来？你是不是想让我把视频发出去？我不想和你吵，但我怎么说也给你们家生了个儿子，怎么也得补偿我几十万吧？我不是说了吗？给你1万，1万？你在说什么笑话？打发乞丐呀，至少50万。你没有资格跟我讲条件，那你看看我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我把微信上的好友列表给他看，我加了王宇。你不怕我告诉他真相吗？你这个贱人，你敢！张峰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过了片刻，他语气又软了下来。我家没这么多钱，最多10万。张峰终于意识到了危机。你家怎么没钱了？我还看到你妈给了大哥50万呢。我冷笑，母子之间如果产生了猜忌，会怎么样呢？张峰有一丝疑惑：“你胡说什么？我妈的钱都是替我攒的，给我大哥干什么？不信你看啊！”我把手机上拍到的存折给他看。你妈藏的钱我总不知道在哪吧？这可是你大哥给我看的，明明有钱还哭穷，难道你妈有别的打算？还是说不可能？我妈太乱来了，怎么把钱给大哥？我要问问他。张峰急得要打电话。等等，你现在打电话问钱，你妈不是更加防备你吗？老人家偏心也正常。我阻止了张峰，继续添油加醋诉说婆婆有多照顾大哥。张峰本以为自己辛苦赚的钱，婆婆会替他好好保管，结果全给了痴傻的大哥，他怎么也不会服气的吧？我不停地劝说张峰不要过早的去找婆婆，
以免引起婆婆的反感。张峰觉得有道理，暂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张峰能忍耐多久呢？相信很快就能看到母子决裂的大戏了。稳定好张峰的情绪后，我在周末抽空去了一家精神病院，里面有个医生是我爸的好朋友。我找到了他，和他说明了自己的遭遇，让他扮成精神疾病专家，去婆婆家为大哥治疗。在回来之前，我已经刻意地训练过大哥，教会了他几个字和一些基本的问候他人的方式。他只要看到别人提问，基本就能回答上来。然后专家会假装用了独特的治疗手段，提高了大哥的智力水平，教会他写字问好，以此来取得婆婆的信任。因为婆婆早把王宇当成了她家的准儿媳，和王宇的关系还不错，比较信任她。我就让王宇给婆婆推荐这位精神医学专家，说是能治好大哥的病。婆婆半信半疑地加了专家的联系方式。过了几天，在张峰的农村老家，婆婆招待了那位专家。专家来到婆婆家里，给她看了自己的好多证书和资格证，当然有一部分是我找人伪造的。专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精神医院的医生，给人看看抑郁症什么的还行，治疗张峰这种几乎没救的痴呆病那就是白搭。但是婆婆显然被唬住了，专家又开始对大哥进行简单的治疗。大哥在之前就受过我的培训，所以专家让他做的一些事，大哥很容易就办到了。在外人看来，就好像是经过了专家的治疗达到的效果。婆婆被伪装的精神科专家给唬住了，认为只要配合治疗，大哥就能恢复正常的智商水平。不过嘛，治疗费有些贵，要30万。婆婆从小到大给大哥花的钱其实远远不止这些了。治好了病，不是就能给家里赚钱了吗？也不用她操心了。所以婆婆一直很积极地带着大哥邀请专家来家里给大哥治疗。和专家商量好了治疗费，婆婆拿着钱准备去银行取款。到了银行才发现存折是假的，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在家中的监控里，婆婆非常苦恼地来回翻着存折，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银行的工作人员会说她的存折是假的，明明一直都是用的这个。这时候手机响了，是张峰打来的，一开口就是问存款的事。为什么这样巧？因为我让王宇假装不经意间透露婆婆正在家中请专家给大哥治疗的事。按捺不住的张峰怕婆婆动了自己存款的主意，所以给婆婆打电话问她要存款。一场好戏就这样开场了。面对张峰突如其来的追问，老人家刚巧莫名其妙地丢了钱，正不知如何是好。钱没了，张峰不得跟他急呀，他怎么敢说真话？只好骗张峰钱放得好好的。张峰不信，下了班后就赶回家去问婆婆要。妈，我让你帮我保管的钱呢？我现在要和王宇结婚，手上不能没有钱，你就先给我吧，以后我再交给你。张峰推开迎上来欢迎他的大哥，直截了当地问婆婆要钱。小峰啊，我没有，钱不见了。你别问我。婆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会不见？我知道你给了大哥了，是不是？大哥的病根本治不好，你给他花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妈，你拿出来吧，你这个不孝子啊，这么逼自己亲娘啊！我的老天啊，该怎么办？婆婆扯开嗓子吼起来，她着急了，害怕张峰发现她把钱弄没了。你不给我，我自己找。婆婆一闹，只会更加让张峰确认她把钱给了大哥。
何况还有王宇告诉他的消息。张峰不顾婆婆的阻拦，跑进大哥的房间里，到处翻找，大有把家翻个底朝天的意思。大哥看到张峰不停地找东西，他疑惑地翻出我藏在他床头柜里的存折，拿到他弟弟面前。你是不是在找这个呀？张峰一把抢过存折。妈，你还说没给大哥？你怎么随便把存折交给大哥？你不知道他痴呆吗？啊，这怎么回事？你拿过来我看看。婆婆惊讶地看着张峰手里的存折，家里闹鬼了不成？钱我拿走了。张峰气得和婆婆大吵一架，拿了存折就走。婆婆追在后面，企图解释，可这回婆婆怎么解释，张峰都不听了。而婆婆也因为张峰对她大哥的冷漠感到失望。要知道，大哥是因为张峰才变成痴呆的。小时候，张峰贪玩掉进了水池里，是大哥努力把他拉上来，结果自己不小心摔了下去，在冷水里挣扎了好久，最后被大人救上来，发烧烧坏了脑子，导致智商只有5岁儿童的水平。而张峰却不肯拿出钱帮大哥恢复智力，让他成为一个正常人。自私的张峰拿到钱回了家，没过几天，王宇开始催张峰结婚，带他看了自己家的公司，见了自己的父母。难得的是，王宇的父母竟然没有反对他们的婚事，张峰很高兴。王宇说父母会给他200万的嫁妆，还能给张峰在公司一个重要的职位。王宇对张峰很大方，给他买了很多名牌衣服，还送了名牌手表。张峰心动不已，他来找我商量离婚的事，我继续借口拖延。可和我已经计划好的王宇不停地催促张峰，因为拿到了家里存款，又即将成为豪门女婿。张峰答应了我的要求，补偿我50万。我拿到钱后，和张峰签订了离婚协议，上面说明了房子归张峰所有，但他要在1个月内还给我首付的钱，以及我交付一部分的房贷费用。儿子豆豆归他，但是要等他有了稳定的婚姻关系后，才能把抚养权交给他。张峰同意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签完字，我不动声色地把离婚协议收了起来，并且跟张峰转移话题，聊了些别的。处在兴奋当中的张峰并未在意我这个举动。我们约定日子去办理离婚证。到了那天，我以父亲生病要回去看望为理由推脱，然后一直找各种借口拖延着不去办离婚证。而王宇却加紧时间催张峰结婚，甚至拿出了假的孕检报告。张峰就在我们2人的夹击中，急匆匆地和王宇去美国办理了结婚证。等张峰办理结婚证回来找我，我要求他把之前剪辑的视频删掉，还要写一份说明是他和婆婆联手骗我给大哥生子。张峰不同意，我冷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自己不珍惜，那就等着吧。婆婆自从和张峰闹翻之后，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治疗大哥的事业中了，因为在她看来，张峰简直就是个白眼狼，一点都靠不住，远远没有陪伴自己多年的大儿子来得贴心。她把所有希望都放到了大儿子身上，希望治好他，靠他养老。如果不是因为他怂恿张峰实行那么可恶的计划，把我骗去给大哥生孩子，我是能体谅他的爱子之心的。但现在我只有报复的心情。专家给我发消息说已经给婆婆介绍了治疗方案，她还在因为钱的事情犹豫。我给专家发送了一个链接，让她推荐给婆婆。这是一个卖保健品的公司，他们多次在朋友圈推荐老年人保健品，实际上卖的东西被很多人指出
没有效果，还有很大的副作用。最近他们又开始搞传销活动，线下找人帮忙推广、售卖保健品，给出的工资还很高。这种公司一旦被人举报，查出来之后，后果可想而知。因为这家公司之前骗过我父母几千块，导致我关注这家公司很久了，一直在找机会想要举报他们。没想到现在刚好可以帮我一个大忙。在离开张峰老家前，我就在家里装了监控，婆婆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下。我看到婆婆为了大哥的医疗费发愁，打电话找亲戚借，又屡次遭到拒绝，和张峰闹翻了，又打不通他的电话。这时专家来到他家，告诉他要尽快决定是否接受治疗，不然他很快就要出国去了。然后他又打开了链接，播放出那家公司的广告，吸引了婆婆的注意。专家给婆婆介绍这家公司，还说可以帮公司推销药品来赚钱。婆婆听了专家的话，就记下了公司的联系方式。她的脸上露出笑容，好像在说终于有办法了。我暗自冷笑，她已然落入了我的陷阱。过了几天，再看婆婆，她已经在家堆放了好多保健品，努力推销给自己的老姐妹们。我找的托一次性从婆婆手底下买下了好几箱保健品，婆婆的销售业绩蹭蹭的往上涨，公司给了她很多奖金。她这几天笑开了花，对推销保健品越来越有信心。她的那些老姐妹也被她拉下水，一起干起了推销事业。此时张峰正洋洋得意地准备和王宇去美国办理结婚手续，然后准备举行婚礼。王宇是美国国籍，他先带着张峰去美国领了证，又让他借钱投资了自己父亲的一个项目。张峰投的实际上是王宇父亲做的一个亏本的项目。王宇骗张峰这个项目有很大的前景。结果几个月后，张峰不仅一分钱没赚到，还白白搭进去了60万。手机上收到王宇传来的照片，张峰一脸后悔万分又不敢发作的表情，让我大呼痛快。王宇安慰张峰，投资做生意就是会有风险，让他不要在意。随即又让他父亲安排张峰当了公司的副总。婆婆通过卖保健品赚了一些小钱，开始有了一些底气，想起问我要孙子了。她给我打了电话，一改当初的慈祥，就像一个讨债鬼。唐敏，你把我孙子拐到哪里去了？小峰不是说了吗？孙子归我们张家，你快点给我带回来，不然我去法院告你拐卖。孙子我替你照顾不好吗？你不是还有你的宝贝儿子吗？一个人看得过来吗？明明他们做了错事，怎么还有脸说要告我？如果不是因为还有计划没完成，我才懒得搭理他，直接开骂。不用你，我们张家的孙子我自己带，你给不给？不给我让小峰去你家找。你个不要脸的贱娘们！我呸！婆婆破口大骂。你找得到我再说吧。我丢下一句话，立刻挂了电话。自从和张峰离婚后，我就搬出了自己家，在别处租了房子。我父母为我付了首付的家被仇人占着，怎么想心里怎么不痛快。所幸一切都按预想的进行着，相信很快就要结束了。婆婆赚了钱，就开始找专家治疗了。他要是知道付的每一笔钱都到了我的口袋里，估计当场就能气得口吐白沫，一命呜呼吧。而所谓的治疗，不过就是带着大哥进行各种毫无意义的测试，然后上各种益智课程，进行脑力的训练。在监控里，婆婆就像个傻子一样被呼来喝去，一会儿被要求端杯茶，一会儿又得忙着做饭，
这个专家就像遛猴一样，玩得不亦乐乎，把婆婆累得够呛。看来我得给她加工资。在专家的忽悠下，大哥竟然会做小学数学题了。婆婆大为高兴，以为大哥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变得更加聪明了。其实以5岁儿童的智商，加减法能教会根本不稀奇。她开始加大保健品的订单，野心越来越大，家里的保健品堆了一面墙那么高。她还利用张峰的名义向亲戚朋友们借钱，希望把生意做大。就在婆婆做着发财美梦的时候，之前买药的拖上门了。她带着人闹到婆婆家，说吃了她卖的药，身体出现了不适，要她赔钱，还找了人拍照录像。在监控中，婆婆被人团团围住，他们对着她的脸一阵狂拍。受害人开始讲述吃了她的药，上吐下泻，在医院待了好多天。她还拿出了药品的检测书，上面有好几项药物添加过量。我一边看着监控，一边收到托传来的视频，反手把这家保健品公司举报了。保健品公司被查封，婆婆涉嫌售卖假药被拘留。她收购的那一墙药被警察拉走了。托打开婆婆的房间，发现她藏了一墙药，拍了视频，传播到了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婆婆卖假保健品在当地农村出了名，那些被她带进坑的姐妹被罚了好多钱，和婆婆永远的断绝往来。婆婆被关进派出所，被判1年，赚得的钱全赔光了不说，还背下了巨额的债务。债主们找到张峰，要他还钱。张峰问王宇要钱，王宇不管他，被催得急了，他只好抵押了车子来还债。张峰还想花钱替婆婆减轻罪行，但是他的那些钱连还债都不够。过了几天，王宇告诉我，他发现张峰在暗地里挪用他家公司的公款，并且掌握了证据。原来张峰自从投资失败后，一直处于负债的状态。可是他作为豪门女婿，出门和人应酬总是少不了，所以他动了歪脑筋，还以为自己可以悄无声息地把漏洞填上。看到张峰自己造下的孽，我知道是时候收拾他了。我以重婚罪的名义把张峰告上了法庭。到了法庭上，张峰一再坚持他和我没有关系，我是他的大嫂。我摆出结婚证，上面清楚地显示张峰的身份。接着张峰又说我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可协议早就被我收了起来。我当然否认，张峰拿不出证据。我和张峰协议离婚的事被法官驳回，在事实面前，张峰哑口无言。王宇父亲对张峰进行了控诉，说张峰欺骗了他们一家人，谎称自己未婚，欺骗女儿王宇的感情，要求他赔偿损失。我起诉离婚，要求给予补偿，儿子的抚养权归我。另外，我拿出了张峰和婆婆骗我给大哥生孩子，以及威胁我离婚的证据，还有他剪辑的用来威胁我的视频。王宇这时候站出来，拿出了张峰挪用公款的证据。张峰挪用公款的数额达到了100万。经过调查，张峰罪名成立，法院以重婚罪加挪用公款罪判张峰2年有期徒刑，归还所有挪用的金额，并且赔偿双方的损失。因为大哥是残疾人，而且我是被骗的情况下生的孩子，所以儿子的抚养权归我。张峰要支付另一半的抚养费，另外他占着的房子也要归还给我。王宇和张峰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王宇父亲撤去了张峰的职务，并且发文说明王宇和张峰并没有实际的婚姻关系。我把张峰和婆婆做的事情发送到了王宇的公司群，帮他澄清和张峰的关系。
向他道谢。同样，我在法庭上起诉张峰的事情被张峰农村老家的人们传开了，加上媒体报道的一系列关于婆婆销售假药，还有张峰重婚娶富家女，张家骗婚给痴呆大哥生子的新闻，张峰和婆婆的名声在当地算是彻底臭了。亲戚们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来往，会去张家的大都是讨债的。为了避免波及到无辜的大哥，我去张峰家把张峰接出来，送到了镇上的社会福利机构。我给福利院交了一笔钱，还专门请了一个护工，让他在那里生活，每年过节会去看望他。然后我带着儿子豆豆去了别的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1年后，听到婆婆的消息，她出狱之后没过多久就中风去世了，而张峰还在监狱里。不过，张峰会怎么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已经找到了真正的人生伴侣，并且计划再要一个孩子，然后一起开始我们一家4口的幸福生活。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